华南王撂了。华南王？啥华南王？华南王已经落网了，全都交代了。10年前卖给他黑桃勇的不是燕小五，是你。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，没见过，不知道他为啥要诬陷我。你想见一下王家豪吗？随你们，见了我也不认识嘛。我知道你得是担心做伪证良心的事情啊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如果你如实交代，帮我们执政木建会，我们一定会在案卷上写明你的立功表现，帮你争取宽大处理。咋样？黑桃勇是我卖给华南王的，跟木建会没有关系，他没有参与。我承认，你的智商高，情商高，学问更高，我只能说可惜。你觉着现在的燕小五，还是10年前的他？你觉得呢？哎呀，齐队，肚子饿了，咱这儿管不管饭？冒昧问一下啊，我能不能出钱给我小五兄弟加个菜？他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。挑衅嘛，绝对的挑衅嘛！这木建会就是笃定的燕小五不会说，那嚣张的很。把你气的，爹嘛，吃饭嘛，吃饱了气，吃扒饭了，吃扒饭咋跟他毛呢？还有12个钟头呢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这燕小五，就算是一块石头，让他媳妇儿娃应该也能捂热了吧？啊，大好前程摆在眼前，他图啥呢？还给我木建会打掩护呢？哦，他是指着还跟木建会接着盗墓呢，还是他俩这兄弟情都这么深？兄弟情，木建会肯定是拿住他啥卖了。按理说他刚出狱嘛，他俩应该没见过面才对嘛。不用见，我燕小五在里面的情况，他一定有办法知道。包括咱见了几回燕小五，他都有准备呢。你们就说啊，燕小五有啥能让木建会拿住的？拿他媳妇儿跟娃威胁他，我们都盯着呢，他咋威胁呀？又不是黑社会。我说人啊，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啊，哼，他燕小五为木建会坐10年牢，绝对不是啥烂怂兄弟情，木建会绝对给了他交换的条件。钱嘛，那他在牢里头也给不了吧？不好说。哎，就这，你们继续审，我早起去趟燕小五家里头。那他媳妇儿要是不愿意配合呢？会配合的。为啥？我相信，我就是相信嘛。从我干这行第一天起，啊，咱都一样，见的全是这个肮脏、罪恶。但是我始终相信，人有良知。啊，要是没这个相信，我不会坚持干到今天。啊，没这个相信，我觉着这世间也就没有希望了。我愿意相信。
这宝确实优秀。我听他老师说，他这是想考清大附中，成绩也够得上。清大附中不光是成绩好就能上的。啊。可能这就是为啥燕小五要继续替人顶罪的原因。不是，你不要反驳。我开门见山，有话直说。你是个好女子，你为了娃可以放弃很多东西。父母这孩子在为之计深远，但却从来没有从娃的角度考虑哈。你要真是为了他的前途，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一下，这事他遇上，他会怎么选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真熬不住了。24个钟头啊，腰都快断了。我急，还有半小时。哎呀，齐队，说实在的啊，我挺佩服你们，明知道有些事没有意义，但还是会做。你非要耗，我就陪你们再耗上半个小时。哎呀，关门。你俩来干啥来了？啊？回去，回家啊！警察同志，咱俩啥也不知道吗？回家，快回家！回家！别动！你俩干嘛？干嘛？老师，回家！坐！你俩干啥来了？干啥来了？我警告你坐！老师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回家！坐！兄弟，小五，这钱的来历，警察都知道了。小丽，你这样，我10年牢白做了。回家听话，回家。回家！你让老师回家！白做了！老师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这92万我1分钱都没有花，我把它交给政府，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五好吗？你先冷静一下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小丽，回家！我求求你，回家！爸，这钱是我要交的，你不要怪我妈。这学我哪怕不上了，我也不花1分脏钱。这事跟我妈没关系，你要骂你骂我，我有错。
我当专家。齐队，还有啥事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可能做不成了。啥意思嘛？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世上穷人最好收买，可惜了，偏偏啊，总是有很多这个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的伙计。齐队，齐队，严小武把跑车证明了的，叫李元光。告诉吴振川。是。哥，香港咋样？香港好得很。你去过？哎呦，随手电视上看过。啊，我都知道有一个叫铜锣湾的地方。铜锣湾只有一个好男，就是我，陈浩男。我喜欢梁坤那句：“出来混，就得忍，挨打要立正。”对，还有一句叫啥？叫我没出来会的，就要说到做到，说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。哎呀，你那个普通话还是不要说了。哎哥，警察。没事，开过去。请出示证件。同志你好，请出示您的身份证、驾驶证。身份证。帽子摘下。谢谢。请开一下后备箱。还没。这包里是啊，连衣服。好，可以过了啊。幸亏江娃跑得快，要不然今天都被逮住了。喂，强子。哥，出事了。哥，强娃打电话说啥？说香港好得很，满大街都是好看的女人。那有啥好看的？那雨伞的破衣，我比那大洋马好。
后边停车。啊？啊。哥，咋了？你帮我后备箱拿个东西。啊。拿啥呀，哥？啊？哎，哥，你下来，你身体还不中了，我来开。你干啥？啊？在这等着打个车到古越，想办法过海关，就能到香港。你啥意思啊，哥？你不去了？香港啥都贵，省了点花钱，拿卡里的钱，不是哥，在香港做个营生。哥，咱们说好了，一块走了吗？哥，咱们说好，哥，你快走了，哥。李元光是清北人，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。他10几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出去闯荡，在五老山灵矿干过2年。前几年到的秦川，就一直住在秦川了，没有正当职业。但是在一所高档小区里面有一套住宅。啥小区？东江泗水边上的威尼斯海岸。咋了？我见回家保姆是李元光的媳妇。你们准备啥时候放人呢？这事情还没办完呢。总得有个时候吧。啊，俺们了解完情况以后，自然会放他回来的，你放心。是这。首先呢，多年前的事情，我再一次诚挚地向你道歉。你们来要是为了这事，也可以走了。哦，不是，来了解一下你家保姆文文的情况。文文，文文咋了？她还在你家干不？不干了。啥时候找你呢？有一段时间了。为啥不干了呢？那我不知道。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细说。文文咋了？没咋。其他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。俺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。那这，再介绍一下她丈夫的情况。谁？文文结婚了？啥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反正随便说一些，这关于李元光的情况就成。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叫李元光的人。你不认识李元光？你丈夫的拜把子兄弟，你咋不认呢？
我没见过这个人。不对吧？难道不是他介绍文文到你家当保姆的？我没见过他。你再看呀。你好好看我照片。李远光是文文的丈夫，他俩又是老乡。你有这层关系在，文文肯定是通过李远光才能到你家的呀。也是你老公拜把子兄弟。不知道，我没见过这个人。哦，那你有文文手机号吗？有。啊。我有他以前的，不知道他换没换电话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对了。你昨天抱着这娃，这是文文的？不是，不是的，这娃是我捡的。捡的？嗯。在哪儿捡的？就在南山我院子门口，我养了一段时间，我看没人来寻娃，我就给娃办了领养手续。娃现在有身份证，我可以给你们拿。把娃醒了。好了好了，你照顾娃，该问的都问完了哈。感谢配合，快照顾娃，快照顾娃。文文这号是个空号吗？这娃应该是文文的，按刘淑兰的反应呢，他应该是刚知道的。你这事有点奇怪了。你这根据李远光小区保安提供的时间来看，文文走的时候，这个娃应该刚出生没多久吧？那他跟李远光之间到底发生了啥事情？自己亲生的娃都不要了，而且这个娃咋又跑到刘淑兰手上了？啊，李远光老家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跟文文都不在老家。但是前段时间李远光回来来寻文文，从文文家里人问到，他从焦城打过一个电话。这么说，李远光很可能是去焦城寻文文。对。哎，你问俺有啥收获？收获很大。先去焦城见面说。焦城。你们看。看着确实像夯土墙，但是不是外援墙还不好说。师傅，你不是说古代墙是通过夯大土块形成的，夯土上面有夯窝，就像咱吃的石头饼一样。你看，这不是有夯窝吗？啊，这确实是夯土，但是在这一带呢，处在原山的最西端，地势不平。当年为了建陵园，他们把地处垫平了，在夯土上再建造的夯墙。对。你的意思是，咱要从夯土里面找夯墙？对。一般情况是生土里找活土，咱现在呢是活土里找活土，夯土里找夯土。
洛斯说的对着呢。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不是外援强，估计不能只靠夯土，得看这个能不能连成一个线性，能不能连接到一块。话说千遍不如近看一眼，是这，想把他带路，咱就看一眼去。你这刚恢复，行动还积极的很。走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多深了？那样吗？你们看那土，我刚才看了2米的范围，这段土质呢比较纯净，结构致密，非常坚硬，确实是一段夯土墙。我觉得咱找外援墙的这个计划可以再进一步了，你们觉着呢？对，是这。大家再在这周围好好追一追，看看能不能成线性。么么哒。呀，干啥呢？咋了？啥情况？咋回事啊？啊？啥情况？这他让人咋了？看清长啥样没？没看见我刚看那车子跑了，没撵上。狗跑的比兔子还快。这咋了？你看，沉了。哦，这坏了。呀，这玩意儿真的。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咱考古队的。那天停电，我带去看了，就是有人故意把我屋的电线给剪了。这2天我自行车好了嘛，链条突然断了，估计也是让人诊断了。咱考古队是有碍谁的事儿了吗？啊，咱那个地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该不会是垃圾填埋场吧？老队，浮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，今天已经开始绘图了。好，辛苦了。呦，慢点。老队，老陆、小满，哎，追的咋样了？我跟小满沿着那个地方追了几百米，不知道钻了多少空，再没找到一点夯土痕迹。这是我工作笔记，上头记录了我们追的所有的点和线。老队，3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半了，咱还继续找吗？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外援墙？不好说。这片地形本来就沟沟壑壑的，这些年肯定也冲走了不少遗迹，冲断了不少墙，再加上后来修了一些路，也压掉了一部分。喂，老郭。即便是有外援墙，也很难追到完整的线性。好。2号发掘点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。司空之印。啥是司空之印？就是在当时管理着国家大型工程的一个机构，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，知道吧？之前那个岳父令印代表的是岳父坑，那这个官印是不是代表27号坑是建设部啊？可以这么说呢。你看啊，这是司空之印，这个，然后这是契府，这个是快印、仓印，还有车府。这些呢，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，基本上就8、9不离10了嘛。对，这就是为啥我把你们都喊过来说这个事情的原因了。啥就8、9不离10了？你看咱发现的这些外藏坑啊，从数量、规模、形制结构、文物内涵，其实是跟杨陵高度一致的。包括发现的这些官印，应该就是在模拟官署机构了。像这种主墓室旁边的大量外藏坑具有象征意义的话，那么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秦汉时期，这个墓主就非皇帝莫属了。哎，那咱不用造外援墙了吧？这个证据足够有说服力了。但愿如此。我呢，这就跟省院汇报一下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能有这样的成果，离不开你们翰林考古队的辛苦付出。但是，对资陵的认定，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再保守一些，证据链再严谨一些，好不好？关键是没时间了，3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。
要是有人拿杨凌来类比，用东瀛易学的形制来问我们，如果隐村大墓是子陵的话，有没有外援墙？我们该怎么解释？我们是可以，再增加点人力去寻找外援墙的，但还是那个问题嘛，如果期限到了，我们还没找到咋弄呢？如果找不到外援墙，那也要证明没有。我们是研究者，不是创造者，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。至于时间问题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懂了，师傅。花雕酸奶，来一瓶尝尝。他是在蕉城古城的一个酸奶店里边打工，从家里出来以后呢，都直接过去了。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的通话记录，近1年时间里边，他就给家里打过1个电话，跟李远光从来没联系过。近期咱没有打过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有几个从秦川打过来的陌生号码，但他都没有接。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些号码，基本上打不通，而且办这个号码的全是用假身份证办的，所以大概率是李远光拿临时电话卡打进来的。这么说，李远光可能没来看过他。我也是这么想。我们是一个人啊，还是有别的人嘞？啥意思？你队长意思是看看他，当初撇下他男人跟娃走了，也是外面有人了啊。这个我们也查了一下，他一直是一个人，也没交过啥朋友嘛。哎，想咋呢？咱是围点打援呢，还是正面攻击？咱们调查问问，他村里肯定满城风雨了。李远光难保没听见，来不来还两说。正面攻。花椒酸奶，来一瓶尝一尝哈。卖花椒还是酸奶，这都是本地产。你是问问吗？我们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，我们来调查你丈夫李远光。他涉嫌非法盗掘古墓、盗卖文物。你是说他挖别人的坟？文文，我在这儿啊。我看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
我还以为是贼嘞。出去！我让你出去！想啥呢？没有，这个最终嘛。看咋说的？第一呢，要看他具体做了啥；第二，主动投案自首跟被动抗拒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他现在咋的？他不在青川了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。你们是夫妻，刚生了娃，咋会很久不联系呢？你娃呢？娃他爸带着。爸带，恐怕是带木剑回家吧？咋会在他家？我问你呢，你是他妈？怎么说？他应该知道了。谁？我仨。是该在他家。我就不信，那个当妈的会狠心到刚落地的娃就扔了，自己跑了。你跟林远光到底做啥了嘛？为啥要把娃扔了？我看你不像狠心的人嘛。不要再问了，是跟远光没关系。跟谁有关系？没有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这是看见你丈夫有犯罪行为，不想跟他一起，所以跑了。不是。文文，我提醒你，有一种罪，知情不报叫包庇罪。我啥都不知道。来2个酸奶，多少钱？黑的还是白的？呀，真是花椒味的啊！好吃。对呀，根据我们现在呢掌握的情况，林远光是跑不掉的，肯定会漏网的。你如果现在呢能及时的提供线索，劝他投案自首，还能为他争取宽大处理。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，我就不相信你一点的异样都没发现。文文啊，说白了，我是为你的娃，看你母子俩可怜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可是我真的啥都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他是收废品的，顶多雇到一些老物件。这就对了，啥老物件？我也只见过一回，当时木哥也在。越说越对了，木剑辉在哪儿呢？在他的废品站。当时木哥在鼓捣一个老古董，具体是个啥，我也说不上来。我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些老物件。木哥说是远光平时收废品收的，然后再卖给他。那个废品站在哪儿？就在新川东郊电厂跟前，一个叫王家铺的村里。你丈夫联系你，立刻联系我。文文，这是为你丈夫、为你自己、为你的娃，最好的、唯一的一条路。
头上的天，踩在脚下的月，人就站在这里，一鱼那一瞥。黄土烧过的黑，余温仍烫得真切。旷野之下，沉睡那段圆缺。莫停歇，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百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手不岁月？长所愿。上顶舟头去了又回，汉阳汤里渡黄河水。一辈子酒为存真趣味，撞南墙也不后悔。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百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手不岁月？长所愿。